你敢信吗？全地球公认的无风险捡钱买卖，能让开400倍杠杆的人直接亏掉120倍本金，连稳赚手续费的券商都能被集体埋到破产。这场人类金融史上最血腥的屠杀，就发生在2015年的瑞郎黑天鹅之夜。金融世界里有3样公认的终极避险资产：黄金、美元，还有瑞士法郎。瑞士是永久中立国，政治稳的一批，经济发达不说，银行保密制度更是全世界独一份。别管是各国的顶级富豪、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是刀口舔血的海盗，都愿意把钱换成瑞郎存在瑞士银行里。你想想，连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海盗都信瑞士的银行，这信用硬到什么程度？所以只要世界经济有个风吹草动，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疯狂买入瑞郎保命。瑞郎也常年是外汇市场里硬的不能再硬的硬通货。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货币太坚挺对一个国家来说未必是好事。时间到了2011年，当时欧洲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欧元跌得一塌糊涂，全欧洲的资本像疯了一样往瑞士逃，导致瑞郎汇率一路狂飙。这下瑞士的出口企业直接崩了。瑞士本来就是靠出口吃饭的，卖手表、卖精密机床、卖巧克力，全靠国际市场消化产能。瑞郎涨上天，意味着瑞士的商品在国外卖的奇贵无比。本来跟其他国家同价位的产品，瑞郎一涨直接贵出2-3成，根本没人愿意买。给你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假设你是跨国卖煎饼果子的，本来5块钱一个，大家抢着买，忽然汇率变动让你的煎饼卖到100块一个，连问的人都没有，你这不就得关门大吉吗？瑞士央行一看这情况哪行啊，再让瑞郎涨下去，国内的出口企业得全倒闭。于是在2011年9月6日，瑞士央行直接向全世界宣布了一项绝对铁律，设定欧元对瑞郎的汇率下限永远保持在1欧元兑换1.2瑞郎以上。当时的瑞士央行行长拍着胸脯向全世界发誓，我们哪怕无限量印钞、无限量买入欧元，也绝不允许瑞郎升值冲破1.20这个底线，这是我们捍卫国家经济的底线。你想想，在这个全是谎言和博弈的金融市场里，突然有一个掌握印钞权的主权国家跳出来给你兜底保本，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听过金融圈的老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结果瑞士央行直接站出来说，有的，我请客。当时华尔街的量化基金和全世界的外汇散户看着这条被瑞士央行死死焊住的1.20底线，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可能很多人没玩过外汇，我给你仔细捋捋这个稳赚不赔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在外汇市场，欧元对瑞郎这个品种，你就理解为买1欧元需要花多少瑞郎。如果数字往上涨，比如从1.20变成1.25，说明欧元变贵了，或者说瑞郎变便宜了。如果数字往下掉，比如从1.25跌到1.20，说明瑞郎变贵了，欧元变便宜了。既然瑞士央行承诺了1.20是绝对的底，那在所有散户眼里，这直接变成了一个只有天花板没有地板的躺赢游戏。你看啊，你在1.2005的位置买入欧元对瑞郎，最多跌到1.20，下行风险几乎为0，因为你笃定瑞士央行会出手托底，你最多也就亏0.0005，也就是5%的本金。但是上行收益是没上限的啊，只要市场稍微波动一下，涨到1.2050，你反手一卖就能赚0.00045，也就是45%。说白了，亏只能亏一丁点蚊子肉，赚却能赚好几倍。这哪叫炒外汇啊？这叫光明正大的趴在瑞士央行身上吸血。可能会说，从1.2005到1.2050才这么点波动，能赚几个钱？为了把利润拉到最大，散户们直接掏出了外汇平台给的终极武器——超高杠杆。100倍不够，那就上400倍。我给你算笔账，汇率变动0.0045，在外汇里叫45个点。如果你不加杠杆，赚的收益率只有0.37%，连余额宝收益都不如。但是如果你开了400倍杠杆，收益率直接变成0.37乘400，约等于148%。一次操作就能直接翻倍，这比抢钱还快。就因为有瑞士央行这个大财主在下面托底，这笔交易直接被全世界公认为 risk-free 的无风险套利。那3年多的时间里，这套逢低就做多欧元对瑞郎的无脑策略，养肥了无数外汇散户。我身边当年就有个做外贸的朋友，本来只是偶尔玩外汇，发现这个稳赚不赔的规律之后，干脆辞了工作，专门在家做交易，每天就盯着盘面，跌到1.2005就满仓进，涨到1.2050就抛。1年下来赚的钱比之前上班5年的工资都多。到2014年的时候，他甚至把准备结婚买房子的首付都投进去了，说再赚半年就能直接全款买房，连婚礼的钱都能赚出来，也让各大外汇券商赚到了海量的手续费。大家其乐融融，都觉得自己找到了金融市场的永动机。你发现没有，在这个游戏里，所有人都把风险全部甩给了瑞士央行，把利润全部留给了自己。大家趴在瑞士央行身上，像吸血鬼一样舒舒服服吸了3年的血，3年1095天，每天都是捡钱日。很多散户甚至开始觉得这就是金融本该有的样子，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永远的稳赚不赔，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就暗中标好了价格。就在悲剧发生的前几天，2015年1月12日，瑞士央行的副行长还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安抚市场，大家放心，1.20汇率下限是瑞士央行政策的核心，我们绝不会放弃。在这个残酷的零和博弈场里，最致命的毒药永远裹着最甜的糖衣。无数贪婪的散户和机构就看完这场发布会，直接放下心来，开着400倍的杠杆，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1.2001的位置，晚上安然入睡。
做梦都在算第二天起来能赚多少倍。他们不知道的是，一把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悄然落下，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内幕消息流出，也没有任何重磅宏观数据发布。2015年1月15日下午5点30分，也就是欧洲时间上午9点30分，3年前还在誓死捍卫底线的老实人瑞士央行，突然在官网上发布了一份不到1页纸的简短声明。考虑到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瑞士央行决定立刻取消欧元对瑞郎 1.20 的汇率下限，瑞郎汇率自由浮动。就这么一句话，连个多余的解释都没有。3天前还说绝不放弃，3天后直接说不好意思，我不玩了。相当于打牌打到一半，庄家直接掀了桌子。很多人可能会问，好好的兜底，怎么说取消就取消？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时欧洲央行准备大放水 QE， 如果瑞士央行还要死守 1.20 的下限，就必须印出天量的瑞郎去买不断贬值的欧元，会直接导致瑞士国内通胀爆炸。瑞士央行算了一笔账，觉得撑不住了，干脆死道友不死贫道，你们自求多福吧。这个消息一出，整个外汇市场直接经历了人类金融史上最恐怖的闪崩。声明发布的第1秒钟，欧元对瑞郎的汇率直接跌穿了坚守3年的 1.20 铁底。第10秒钟，那些提前挂了 1.1990 止损单准备逃命的散户突然发现他们的单子根本卖不出去，整个市场里连一个接盘的买家都没有。第1分钟，汇率像失控下坠的电梯直接砸到了 1.00 的评价位置，也就是1欧元只能换1瑞郎。第3分钟，汇率直接崩盘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 0.85， 短短3分钟，欧元对瑞郎暴跌了近 30%。 可能有人会说 30% 算什么啊？币圈一天跌 30% 不是常事吗？你要搞清楚，这是外汇啊，是所有人都加了100倍、400倍甚至1000倍杠杆的外汇。在400倍杠杆下，汇率只要跌 0.25%， 你就直接爆仓，1分钱都不剩了。现在直接跌了 30% 是什么概念？无数人以为 1.20 就是底，结果系统最后在 0.85 的位置才帮你成交。这时候你不是亏了 0.0005， 你是亏了 0.35， 亏损是本金的 29%。 在400倍杠杆下， 29% 乘400等于116倍。也就是说，你投1万块本金进去，不光1万块全亏光，你还倒欠平台115万。这就是外汇里最恐怖的穿仓。我那个之前赚了不少的朋友，当天早上起来打开软件，看到账户里付的80多万数字，直接瘫在了地上。本来要办的婚礼黄了，房子首付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花了快5-6年才还清。你以为惨的只有散户吗？在这场黑天鹅里，连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稳赚手续费的外汇券商也体会到了被国家机器降维打击的绝望。因为散户大面积穿仓，欠的钱根本还不上，亏损的窟窿直接砸穿了不少券商的资本金。仅仅在瑞郎黑天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英国最大的外汇经纪商之一艾弗瑞宣告破产，新西兰外汇券商 Excel Markets 宣告破产，全美最大的散户交易平台 FXM 福汇由于客户欠款高达 2.25 亿美元，直接濒临破产，后被迫向华尔街借高利贷才勉强苟活，股价一天暴跌 90%。 很多人可能会纳闷，散户倒欠几百万是散户倒霉，外汇平台不就是个提供软件的中介吗？那手续费而已，怎么还能破产？其实你不知道，在外汇这个连环局里，平台其实是担保人的角色。咱们拿正规的 A-Book 平台举例，散户在平台下单买欧元，平台其实要去找国际上的顶级大银行拿货，比如摩根大通或者花旗银行。当黑天鹅发生的时候，散户的单子在 1.20 就已经爆仓了，平台系统原本设定在 1.19 帮散户强行平仓止损，但是那一瞬间整个市场上所有的买家集体失踪了，价格根本不是一点一点往下跌，而是直接瞬移到了 0.85。 对，你没看错，就是瞬移，中间没有任何成交记录。所以最致命的一幕就发生了，平台为了平掉散户的单子，只能被迫在 0.85 这个吐血的价格和国际大银行结算交易。即大银行跟你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说兄弟，这笔交易结算完了，你得赔我1亿美元。平台转头去找散户要钱，说你爆仓了，倒欠我1亿美元，赶紧还。结果散户一看账户变成了负数，直接把 IP 卸载，两手一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看，散户可以赖账，但平台和国际大银行之间的契约赖不掉啊！散户欠平台的钱成了坏账，但平台欠华尔街的钱必须得还。于是这些外汇券商只能砸锅卖铁，拿自己的资本金去填这个窟窿。要是窟窿太大填不上，就只能原地宣布破产。从1992年的黑色星期三到2015年的瑞郎黑天鹅，我们看到了2种截然不同的外汇屠杀。索罗斯告诉我们，在这个市场里，哪怕是拥有印钞权的大国央行，只要违背了经济的基本常识，也会被嗜血的资本扒光底裤，输得体无完肤。而瑞士央行则用最冷酷的方式告诉我们，在这个市场里，规则和底线也是可以被撕毁的。当你以为找到了稳赚不赔的避风港时，庄家也会毫不犹豫地拉下电闸，把你变成代价。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在股市里，有人因为盲目追高被套牢在山顶，每天对着绿色的数字唉声叹气 stand day。 在期货里，有人因为不懂升水和移仓，被每日盯式的规则催着收爆仓的短信。在外汇里，有人因为贪图400倍的杠杆和所谓的无风险套利，在一根毫无征兆的 K 线下倾家荡产，倒欠巨款。声叹气、天台、倾家荡产这3个词一个比一个狠，
而且它们之间只隔着一根 K 线的距离。在这条金融鄙视链的顶端站着的从来不是什么神仙，而是一群把数学、人性、资本规则算计到极致的冷血机器。你在交易软件里看到的 K 线是别人画出来的轨迹，你以为能放大收益的杠杆是别人递给你的枷锁，你觉得捡了大便宜的抄底是别人早就挖好的坟墓。很多人可能会问，华尔街那么多绝顶聪明的人，难道算不出瑞士央行撑不住了吗？为什么不提前跑？这个答案其实很讽刺，因为大家都掉进了主权央行信用绝对不会违约的常见误区里。在金融世界里，有一个东西比黄金更贵，那就是央行的信用。黄金没了可以再挖，但信用没了就是没了。瑞士作为一个几百年以信誉立国的金融强国，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都觉得瑞士央行一口唾沫一颗钉，说要守住就一定会守住，大不了就是无限印钞嘛。无限印钞听起来离谱，但大家居然都信了。因为说这话的是瑞士，不是什么野鸡小国。尤其是惨案发生前3天，瑞士央行的副行长还亲自出来安抚市场。全世界的机构和散户一看官方都出来背书了，那还怕什么？接着奏乐接着舞，结果3天后，瑞士央行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掀了桌子。这根本不是机构判断错了经济数据，而是所有人都低估了人性的无耻。当一个国家决定耍赖的时候，你所有的数学模型、所有的分析逻辑都会直接失效。另一个普遍的真实现状是，很多接触金融衍生品的普通人只会计算盈利时的收益倍数，完全没有考虑过极端行情下的亏损边界。就像参与这次无风险套利的人，满脑子都是400倍杠杆下148%的收益率，满脑子都是投1万赚1万的快钱，却根本没想过，如果瑞士央行的托底不存在，汇率下跌的幅度根本没有底。400倍杠杆下0.25%的跌幅就足够亏光所有本金，更别说30%的极端跌幅，不仅本金没了，还要道歉平台上百万。完全把杠杆是把双刃剑的基本常识抛到了脑后，只看到了杠杆放大收益的功能，完全忽略了杠杆放大风险的致命性。还有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潜在问题，就是很多人以为外汇平台只是赚手续费的中介，不会有破产风险。实际上，在外汇的交易链路里，平台是散户和国际大银行之间的担保人，看似稳赚不赔的中介费，本质上是承担极端穿仓风险的对价。平时市场平稳的时候看不出问题，一旦遇到瑞郎黑天鹅这种史无前例的极端行情，平台要承担的风险会瞬间把所有过往的盈利全部吞噬，甚至直接赔到破产。无数血淋淋的案例告诉我们，普通人在金融市场里最高级的避险方式，从来不是找所谓的无风险套利机会，而是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敬畏最基本的市场常识。所有看似稳赚不赔的躺赢机会，背后都藏着你看不到的致命风险。你以为自己是趴在庄家身上吸血的聪明人，实际上你早就成了庄家案板上待宰的肥肉。3年的无风险套利看起来是天上掉馅饼，实际上瑞士央行早就把所有参与者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等到自己撑不住的那天，直接掀桌子，一波收割，连机构都跑不掉，更别说信息滞后、抗风险能力极差的普通散户。永远不要拿自己的普通积蓄去和拿着超级计算机、掌握信息差，甚至能直接修改规则的顶级掠食者对赌。你看不懂底层逻辑的金融衍生品，本质上就是别人给你挖好的坟墓。你贪的是那点微薄的利息，别人盯上的是你的全部本金，甚至还要让你道歉巨款。你身边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看似无风险，实则藏着致命陷阱的投资套路？不妨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经历和看法。